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念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辛普森家第23季第11集。法院开庭，这次受审对象是辛小妹，她被指控严重破坏了小镇的安宁，现在就由她来还原一下整个事件的真相。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，一切要从看电视说起。正当剧情发展到关键阶段时，一个脑袋挡住了屏幕，原来是前面车子中小孩的头遮住了电视机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辛巴蹭别人车上的电影了。辛妈告诉他，车子已经开过了，不过辛爸是谁？直接一个急转弯就从停车场出口进去了，运气不错，找到了一个车位。正他们要下车之时，突然见有人开车过来，那人误以为他们要走，于是辛巴就号召全家人好好的恶作剧了一番。最后那人忍不住开过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走，辛巴一脸茫然，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从没说我要走啊！这个新商场十分对辛巴的胃口，他带着小心好好的玩了一把电车撞人。辛巴注意到了一旁的公寓楼，惊叹之余，他看到莱尼走了出来，原来他搬到了这边来住，这里的确很美好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。但搬来第一天，他就有些厌倦了。莱尼问辛妈他们一起去哪里玩好，辛妈有些为难的回答，事实上他们只想一家人去购物。莱尼勉强的说，好吧，我可以自娱自乐，然后转身走进商场买娃娃，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了。一家人坐上了电车，辛巴看着手里的各种会员卡，把那些已经失效都给扔了，再拿出剩下的给辛巴选。面包店不错，辛巴马上就跳下了电车，钻进了面包店，将会员卡递给店员后，就表示要不停的吃面包，直到上面钱全部用完。小辛拿到的是一家化妆品店的会员卡，直接毫无人性将最强保湿液倒满全身，然后整个人躺在地上纵享丝滑，顺便还将奥托送去了美食街。辛小妹独自来到了玩具店，她想要自己拼装一个玩具，但店员表示所有玩具都是成品，于是辛小妹就离开了。在外面她碰到了一些同学，她以为他们会很友好，会邀请她一起逛街什么的，但当她走过去时，事情却没有朝她所想象的那样发展。那时他们正将羽毛编进头发，虽然辛小妹觉得他们轻浮又下贱，但还是希望能够融入他们的世界。然而他们表示了拒绝，还说因为她大家才不能戴手环，吓辛小妹连忙扔掉手上的手环，可他们也跟她作对，散落在地，拼成了失败者笨蛋。此时辛巴已经撑得不行了，而辛妈过来把他抓走了才消停。他们一起来到了麻果专卖店，突然辛巴被眼前轻薄笔记本惊呆了。工作人员马上走过来，先生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是未来3周最薄最理想电脑麻果0代。没有过多犹豫，辛巴购买了这台全新笔记本。辛巴正在家里使用他的新宠，就看到女儿垂头丧气走了进来。辛小妹很难过的说自己没有朋友，辛巴安慰道，来和爸爸的新电脑交朋友吧。于是辛小妹开始用这台笔记本聊天，毕竟想要和别人交朋友，总要先知道他们的爱好是什么，这可真是个难题。小辛凑过来告诉妹妹，如果想要交朋友，就不要用难题这个词。接下来他就身体力行说明了原因，因为说了这个词会被小混混打。辛小妹尝试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没想到回复她人还真不少，她立刻尝到了甜头。网上交朋友可比现实中容易多了，不如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平等交流的网络交流站，但大家又必须围着自己转。因为辛小妹没有朋友，所以她召集一帮无有人士帮自己建设网站，然而这也没能让他们成为朋友。在编写代码途中，他们的小团队还遭到小胖子的袭击。马丁怯懦地询问，我们就不能成为朋友吗？小胖子表示，如果我能点击你照片下面申请加好友的对话框，也许我就能考虑考虑了。辛小妹很高兴，就为他们的网站提供了模板。小胖子并不在乎，打完保龄球之后就离开了。社交网络迅速连接春田镇不相干的孩子们。帽子混混向兄弟们炫耀自己收到了莎娜的约会邀请，不料红头发迎头泼了一盆冷水，他都跟200个人出去过了，博得只有7个是女孩子之后，帽子混混觉得自己又可以了。其他小孩子也都沉迷在春联网之中，小新更是连被警察铐上了，都不忘在春联网上将校长从好友列表里删除。校长十分难过，我比健身馆的黄蜂窝还不受欢迎。校监难以置信，他还没有处理掉那玩意儿。校长表示他用他的蜂蜜交换了粉笔和尺子。辛小妹看到好友上千了，她很开心自己有那么多的朋友。辛妈告诉她，并不只有孩子使用春联网，在妈妈们中它也很流行。辛小妹有些惊讶，大人们也在里面吗？辛妈指向窗外，遍地都是使用春联网的大人。辛妈的2位姐姐也赶来感谢侄女，因为自从他们用了照片之后，得到了很多的关注。辛小妹很高兴自己竟然创造了这么流行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春联网从儿童世界扩散到了成人世界，即使在老谋子酒吧，大家也不能放下对手机电脑的依赖。辛巴很高兴这个网站出现，能够让自己肆无忌惮跟老婆说酒话。他现在真的是说什么
什么都不避讳了。牧师在台上布道的时候，底下也全是低头一族。他有些后悔在教堂装 WiFi 了，既然无法反抗，那就加入他们吧。新小妹很高兴看着自己网站用户，然后上前邀请双胞胎姐妹玩游戏，但他们没有搭理她。玩游戏能有手上这个好玩吗？在这一刻，新小妹感觉到了比之前没有朋友的时候更深的孤独。随着规模扩大，春联网也愈发难以控制，但新小妹确实也没有想到春联网会发展到那个地步。它不仅是一个聊天工具，甚至还能交换游戏里的道具。大人们在街上开车的时候也没有放下手机，于是悲剧发生了。辛巴由于太过专注于手机，撞到了一个老人，急刹之后导致后面车辆的连续追尾，直到最后整座小镇都陷入了瘫痪。律师质问新小妹，所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让政府关掉网站？新小妹知道这网站很糟很自私，还断送了35条人命，但她为自己带来了朋友，4位数的朋友，而且她还和马尔科姆有一位共同好友呢。律师表示他什么人都加的。新小妹妥协了，那就关了吧。在点下删除的那一瞬间，无数人开始回归现实生活，他们丢掉自己的手机和电脑。小新和眼镜仔也在现实中比划，男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正当新小妹盯着电脑愣神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，原来是女孩们邀请她一起玩游戏，其实主要是想和辛巴一起玩，她只是附带的，不过这样就足够了，她终于能和别人一起玩了。接下来还有一个番外小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名叫小新的捣蛋鬼，他自出生以来就是个麻烦，而且常常不能把握恶作剧的分寸。说到好友，就只有眼镜仔了，他时而充当朋友，时而充当受害者。一天，小新发现上学很无聊，就想用卫生纸将学校包起来，于是两男孩买了一大堆卫生纸，他们兴奋地扔了一整晚，很快学校就被雪白所覆盖。就在这时，一只秃鹰抓住了他们，他们竭力挣扎，想要摆脱鹰爪，但换来的只有满嘴的虫子。就这样，他们一直活到了现在。校长讲这个故事，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，恶作剧也能有好的结果。刚说完，他就被小新整了。不过这真的是好结局吗？本集致敬了2010年美国电影《社交网络》，此电影改编自本麦兹里奇的小说《意外的亿万富翁 Facebook 的成立》，一个关于性、金钱、天才和背叛的故事。主角是一个惨遭分手天才学生马克，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和室友爱德华多建立了社交网络 Facebook。这个网络为马克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，但也让他最终和自己的好朋友分道扬镳。动漫中新小妹作为春联网的创始人，她的结局无疑比马克好多了。虽然被强制关掉了网站，但最终还是勉强收获了现实中的好友。人们总是既渴望被认同，又害怕与别人相处，尤其是对于那些有社交恐惧症的人，喜欢独处又害怕被孤立，而聊天平台的出现就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不用面对面，只要发送自己的想法，就总会有认同自己的人。然而太过依赖于虚拟世界的友谊，在现实中就会将自己愈发束缚，就越难以开口与人交流，而太过沉迷于网络，就会与现实脱节。春田镇所发生的惨剧确实过于夸张，但这同样也是基于社会现实。任何方便人类的事物都是工具，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，只在一念之间。如何利用它们，而不是相反，是人类社会迈向更好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